好，回到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的就是在中东这边，国际原子能总署11月20号他们通过了一项决议。那这个决议呢是要求伊朗合作，提供来这个武器级浓缩铀的库存量啊，还有就是要同意 IAEA 的专家进入核设施来进行检查。但是呢，遭到了拒绝啊。伊朗外长他特别说呢，针对 IAEA 所发布反伊朗决议。伊朗宣布跟 IAEA 之前合作这个开罗协议呢不再有效了。那伊朗呢，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发言人更表示说，伊朗认为现在在伊朗这边中东的冲突会随时爆发，但是他们已经提高了战备水平。伊朗的国防部长也宣称，伊朗的武器产量跟品质都比6月份那时候的以色列跟伊朗的这个战争之前大幅提升，能够一次对以色列发动2000枚飞弹的饱和攻击。现在看起来是不是这个中东的战火又好像要一触即发啊？因为先从伊朗宣布说之前跟 IAEA 的这个开罗协议是失效了，大家也会担心的是有没有可能变成下一波以伊战争的导火线？大使。当然有可能啦，可是可能不会立即产生这样子的一个效果啦，因为现在的问题就是关键就是说 IAEA 对伊朗的核设施的监管到达什么程度？那显然是欧美国家不满目前这个伊朗跟 IAEA 之间的这个开罗协议。开罗协议是今年9月签的，是。那伊朗是原则上同意 IAEA 对伊朗的核设施各种核设施进行监管。可是呢，可能目前开放这个双方合作程度还没有到说你要提供武器级浓缩铀库存量，因为伊朗不承认它有武器级，有核缩铀库存。那你等于说你还没有确认伊朗是不是有武器级的核浓缩铀的库存量，对，你就先说你要把这个交出来。就已经认定人家在，他就认定了，因为伊朗他虽然说我现在的这个战备能力比较强，可是伊朗还是对外还说我没有在发展核武，对他指的是传统武器啊，对，我讲的是传统，我没有要发展核武，所以对这个问题的话，就伊朗他一怒之下，他就回来说，那我那个开罗协议9月签的开罗协议那我就作废了。那开罗协议其实是伊朗返回跟这个国际原子能所合作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开端。可是西方国家就等不及，所以一个你要什么武器级的存量拿出来，然后呢 IAEA 专家进入核设施检查，其实开罗协议应该也是有核设施检查，可是就是说不是武器级进入哪一些核设施，进入的程度上面，所以这个是一个争议。不过这一场在 IAEA 的这个投票里面，事实上有10几个国家都弃权。认为这个中国大陆跟俄罗斯都反对票，那可是最后还是欧美国家的这个票数居多，是通过了这是在 IAEA 里面，它不是在安理会的讨论它是在 IAEA 国际原子能总署里面的这个一个决议案。那其实就是说6月22号，今年6月20号，美国轰炸伊朗核设施的时候，那个时候 IAEA 就跟美国说，我们都在现场看没有什么武器级的核浓缩铀对不对？那美国不听，美国人说你们这个 IAEA 你们这些没有尽责，就直接轰炸。所以当时事实上，国际原子能总署在6月美国轰炸这个6月20号美国轰炸伊朗核设施之前，他们跟伊朗合作关系是很好的。那伊朗就是说它的浓缩铀的丰度也没有到达武器级。那所以呢，它只是它的那个就是说提炼设施不断在增加。那可是呢，几个重敏感的这个核设施的这个设备IAEA 都有专家在现场，所以就变成就是说，现在不晓得美国跟这个欧洲国家到底对伊朗是要采取一个什么的作为？对，那是不是他们也没有说他今天已经有足够的这个证据显示，那么已经这个伊朗已经有这个武器级的浓缩铀，因为这个丰度要几乎到90%是非常的高所以呢，现在我觉得就是说这样一做的话，那就会提升伊朗跟以色列之间跟尤其美国这些国家的这些矛盾。对，所以现在美国现在也在似乎在预备这个态势，如果万一发展到这样的情形的时候该怎么办这个礼拜在中东另外一件大事就是我们看到美国总统川普呢和沙烏地阿拉伯的王储萨尔曼他们签署了美沙国防战略协议。
这个协议当中呢，就大家讲好了，就是呢，沙国呢将会对美国投资6000亿美元，而且呢是要向美国采购 F-35战机，还有将近300辆的 M1A2 艾布兰战车。那么美国军事媒体Breaking Defense 更是爆料说，沙特阿拉伯呢还会购买130架 MQ-9B 无人机，还有200架的 Gambit 这个中程僚机啊。那你可以看到这个采购清单呢，一大堆都是武器。美国突然对沙特阿拉伯大卖军火的背后考量到底是什么呢？就是刚刚讲说，也是在防伊朗，还是在做整个中东的布局战略呢？袁老师，当然啦，如果说他这个要去做一个中东一个战略部队，那当然是要给他武装嘛。武装呢，其实就是要去遂行他的一个地缘安全最重要的一个，我觉得一个工具或是一个途径啦。那你想，我刚刚看到说他要卖给他这个F-35那这其实美国是不卖给台湾的。我们知道是非常，他现在卖的几个是主要他的盟国，包括日本、韩国还有澳洲、英国、意大利等包括是以色列等等。其实它具备了这个空优跟对地，还有它这个雷达、电子战跟侦察能力然后呢，它是第5代的战机，所以我想卖到这个部分呢，它就显而易见的，它对这个对中东这个部分呢，就是对沙特阿拉伯也是存在的一种转折因为以前长期以来他都是去武装以色列嘛，那现在呢要去做这个对就是美沙的一个防务跟一个投资协议的结合那当然啦，他就会让这个沙特阿拉伯呢是从买家变成更具实力、更具自主力的军事玩家，也是等于说他的桥头堡。对，那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双保险因为毕竟中东它长期在去这个建设这个以色列，但是如果他现在也能在沙国里面呢，那当然了，他就是会除了这个去武装它之外，还有怎么样？它就是做一个军事经济的链条，因为6000亿美金军事跟产业的一个链条的一个结合。那因此呢，这值得去关注那所以呢，我想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会造成一个战略这个局势的变化，因为呢我想。这次沙国的一个军事采购呢，就是也不是纯粹是为了军事的武器的一个买卖嘛，而是一种怎么样？一种合成战力的一个完整因为你看刚才又有战车，又有军机等等这些一个地面、空中跟无人一个系统，那这样加强起来呢，然后又要自主去投资联美的能力所以我想它的布局是非常就是呼应到川普现在所要做的。他是要建设一个国防工业，也等于说把他这个经济安保跟军事安保把它绑在一起。所以我想在这个此时此刻呢，我们更能够看出川普呢对地缘政治、对他的一个地缘的一个安全的联防呢，其实产生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OK， 所以除了卖武器之外呢，顺便去做好他在中东地区的这个战略布局尤其在这边的这个地缘整个战略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动一法而牵一发而动全身。那《华尔街日报》也提出警告，他说，根据五角大厦的情资报告美国官员很担心，为什么呢？他们担心就是如果真的把 F-35卖给了沙特阿拉伯，那么相关 F-35的技术呢，可能会因为中国大陆在中东的间谍活动，或者是中沙两国之间有一个安全伙伴关系而泄密了，怎么办呢？好，以色列官员也很担心就是向沙特阿拉伯出售 F-35战机，会把土耳其这些国家的大门打开。为什么？因为土耳其呢以后也想买 F-35，那你卖不卖呢？好，那这样的话呢，会进而削弱这个以色列的优势让以色列的 F-35战机呢面临更大的风险。本来只有以色列有 F-35，现在沙特阿拉伯有了，那以后其他国家要比照办理。所以怎么看美国这一笔这个军务买卖，绝对不是只是说卖武器这么单纯就是账面上的金额它背后有很多算计的。林老师，我觉得其实我看起来蛮单纯的，就是会卖嘛，会慢慢卖嘛。就赚钱嘛。早期的时候，20年前会卖 F-16给我们，不会嘛？现在会嘛？35现在会慢慢卖嘛，因为35越来越差嘛。虽然现在全世界报道这个 Military Power 报道说，全世界最强的5代战就 F-35，第二苏凯57，第三什么歼20等等。我跟你讲，它现在已经也慢慢会不行了，因为 F-35ABC 有没有西式舰载的有没有？对，它从9000多万到1.2亿。我跟你讲，它最棒的3种性能，第一个叫隐形现身，隐形嘛设计；第二个呢是它的先进的感测；第三个呢是电子的作战能力。但它有很大的限制，它能够装载的弹量是有限的，各位去了解一下。现在一个很重要，就是它隐形现身，甚至中国在前一阵子已经把它现身了，隐形的问题被现身，
你知道它已经开始有缺点，它不能隐形。我要告诉你是，它已经有点问题了。虽然它还在秀35，因为他觉得要快点开始找出路，要不然太多 stock 会有问题。而且以后稀土控制住，它的35也不一定做很好。现在是要研究第6代战机。中国以前啊，在华为开始搞6G、5G 的时候，那时候还是4G 的时候，他们就知道看未来。现在成都的成歼36。6代战机已经试飞成功，是，而且省歼50都已经在做。美国在这里积极营要做，当然他也怕，为什么川普会越来越低头？他拿不到稀土，又拿不到其他东西，会担心。现在所谓的相关这个技术在哪里？我真的好奇啦，或许有一些。我觉得美国在战机这个部分哈，因为中国的制造业已经非常丰富，美国已经空洞化这个之下，美国的制造业是在1940年是12月29宣布了一个民主兵工厂起来的，在那个时候呢，支援了全世界的战力兵力，才有了今天。现在它制造业空洞化了，他会怕。我现在要讲的是，美国还是靠自身利益啦。这个一个很奇怪地缘政治，美国跟以色列这么好，对不对？跟父子一样。中国跟沙特阿拉伯还有所谓的这个安全伙伴关系，怎么会迈过去呢？因为他已经觉得这已经可能不是最重要。虽然大家都还说他是第一最棒的世界第一，我要讲的是他们都在看未来了。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川普的个性嘛，他重商的个性，这个一卖下去不得了，多少钱？当然划得来。第一个从经济角度划，这从技术角度他觉得还好，有一些技术，但不至于。他真的很重要的技术，他还是会后租的。这是我所看到美国现在所做的动作。对，所以其实说穿了就是各取所需哈。美国要他要的，沙特阿拉伯得到他想得到的。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2025全球局势必须关注，中美赛局牵动地缘风险，连带影响台海两岸未来。环宇全世界，关心全世界，权威分析，专业观察，客观立场。每周6日，请您准时锁定，一同关心全球大事的瞬息万变。